去年春秋两季种了好几批的甜玉米和糯玉米，整个收获季节源源不断的都有新鲜玉米收获。作为传统米面主食的替代品，自己种植的新鲜玉米可以说是既好吃又健康。秋天最后一批糯玉米收获之后，还可以煮熟、冷冻储存起来，留着冬天食用。 完全不用担心收获太多了吃不了浪费掉。这波新的种植季节又开始了，大家如果对糯玉米和甜玉米也感兴趣，有一片闲置的土地，又不想像照顾蔬菜瓜果那样花费精力，就和我一起把好吃好种易打理的玉米种起来吧。 5月初了，又到了该种糯玉米和甜玉米的时候了。我这儿呢，后边连续几天都会下雨，所以今天应该是近期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来种玉米了。我这次呢会种一大批的糯玉米，还是用这种播种机。上次用它种了一次毛豆，这次应该有点经验了，看看种玉米是不是会好用一些。这批玉米我就打算种在前边的这一片空地上，这儿大概是能种3到4排吧。 我先把这些滴灌管子给它放到一边去，把这块地整理一下。这些滴灌管子呢，我也是没有特别合适的地方放它们。之前种毛豆呢，也没打算用这些管子。现在种玉米后边可能也不太想用它了。看看后边的天气情况吧。如果雨水还可以的话，那就不用了。如果要是有持续的干旱，可能在苗期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用一用。 其实最近的天气还是挺干旱的，已经有一阵子都没怎么下雨了。看看这蚕豆干的，我这些水管啊，还有阀门什么的，之前都坏掉了。昨天才刚刚把所有这些东西都修好接起来，现在这边终于能方便的用上水了。不过呢，定时器还是没装在这儿，因为定时器也已经坏掉了。暂时就先用手动的吧。这蚕豆算是比较耐旱的植物了，像是其他的蔬菜，如果这么缺水、这么旱的话，估计早就死掉了。 这边的这些菜也是因为没有滴灌，天气又旱，长势不怎么好。之前小苗的时候都是手动的浇过几次水，后来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我上次用这个播种机种毛豆的时候呢，因为土质不是那么细致松软，所以种起来呢效果不是特别好，比较费劲儿，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压下去。这次我打算换一个策略，把这个土精耕细作一下，让它松软细致一些。 春天的时候呢，这片地已经撒过菜园石灰了，所以这次就不用了，撒一点10×10的缓释颗粒肥。像以前我种玉米的时候都是用有机肥的，但现在用播种机了，这种种植方式呢不太适合用有机肥了。如果这种光撒有机肥，那就太浪费了。这种颗粒肥呢，从成本、实用性还有效率角度来看，都是要更胜一筹的。 就这样推过去，一去一回，走上一圈，积肥就够了。后边呢，等苗长到20-30厘米之后，再给它追一次肥就行了。我去拿上拖拉机，把这土地精耕细作一下。像是玉米、毛豆、蚕豆这些大面积种植，要是没有一个机器的话，那还是挺不方便的。有一个翻地机器呢，弄起来就容易多了。这土啊，现在是超级干，翻地机过去都起灰尘。 可见近期这雨水是多么少，有好多人可能会有疑问：种这么多的玉米，到时候收获之后吃不了怎么办？怎么处理？其实像玉米呀，还有蚕豆呀、毛豆这些，都是最容易处理的，就把它煮一煮，然后冰箱里冻起来就行了。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给它加热，或者是干脆就不处理，直接冻在冰柜里，那也是可以的。当然了，这么新鲜的玉米，那肯定还是当时收下来，当时吃最新鲜的煮玉米，那是最好的了。弄好了，终于可以开种了。像我这种山地啊，虽然说是精耕细作，但是也只能是弄到这种程度了。土里边好多的石头，这样远远望去，表面上看起来其实还是不错的。等明天一下雨冲刷，那些石头就都露出来了。找找看，把适合玉米的转盘给它找出来，就是这个了，把它装上。糯玉米的种子给加进去。 这次淘到的种子还是这种小包装的，加起来太不方便了。终于把玉米种子给装好了，现在开始种。这次我感觉效果还不错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特别费种子。这次土壤是比较松软，看看后边压出来的沟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没有找到露在表面的玉米种子。继续了，得抓紧时间，一会儿天应该黑了。 这土质比较松软了，还真是都不用那么使劲儿了。上次种毛豆的时候，真是费了老鼻子劲儿了，使劲的往下压。
这中间这排我只能踩在土壤里边了，感觉没地方走了。我这次的行间距留的大概是30多厘米，将近40厘米吧。现在看起来呢，也就只能种3排了，因为如果我再多种1排，离旁边的这些果树就太近了，会影响果树的生长。目前这整体状况还好，这排果树呢是在这些玉米的南面，所以这些玉米将来长起来也不会遮这些小果树的光。种完了还是稍微有点担心，我来测试一下，看看这些玉米种子是不是能顺利的掉下去吧。开始的时候没提前测试，还可以。看这种子是能够顺利的漏下去的。我主要好奇的是，这次的种子好像是有点省啊，种这么3排只用了这么点种子，也就是1半的量。看这箭头，我加种子的时候是加到这箭头指向的位置的。这下班之后啊，感觉刚干了一小会儿活，天又快黑了，太阳已经是落山了。明天是周6，按天气预报看，周6、周日都是整天的下雨，也是干不成活了。这边的天气就好像是故意周末的时候想让我休息，不想让干活，总是下雨。这点玉米种子只能是先收起来了，再找地方种吧。感觉今天种的这些不太够，怎么着也得把这点种子都给它用了呀。这大菜园里边现在是没有什么地方了。这有一小块地方，离刚才糯玉米的地方还是有点距离的。我给它种上点甜玉米，甜玉米长得快，能够早点吃上。种甜玉米手工搂沟还是比较简单的。量了一下这个位置，差不多也是可以种4排的。这是第4排。手工种甜玉米就可以用有机肥了，我用的是这种氮含量比较高的有机复合肥。玉米种植还是需要大量的氮肥的，所以一定要补充足够。这些肥呢，只是起到基肥的作用，它的肥力是远远不够的。后边等苗长到大概30厘米左右的时候，还是要给它做一次追肥的。稍微把肥料和土混合一下。我种这种矮生的超甜的甜玉米，大概长高了也就是我这么高吧，所以还是比较矮的。这种甜玉米呢，在美国能找到很多品种特别好、特别好吃的。所以选品种的时候也不用特别在意，大概选一个味道应该就是不错的。我这次种的株距大概是有10厘米左右，到时候看发芽的情况，可能需要间苗。种玉米的时候，株距如果我们知道玉米发芽率不高，那就种密点，到时候再间苗。如果是发芽率很高呢，那可能就稍微的稀疏一点，后边间苗的工作量也小点。玉米的行距最少也得有30多厘米，我这次的距离大概是有45厘米左右，还是比较疏松的。最后给它埋上土就行了。这埋土的深度呢，就看一个大概就行了，大概2厘米吧。其实深点浅点都无所谓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就种好了，天也黑了，就等着明天下雨了，后天接着下雨，应该就已经给它浇透了。过一阵子就可以看看发苗情况了。后边是大概2个多月就可以吃上甜玉米了，糯玉米可能是稍微晚上10天左右吧。最近的天气预报预测还是挺准的，这雨从太阳出来前就开始下，不算太大，但是雨量也足够了，一直到现在还在飘着细雨，后边呢还会继续。玉米在雨天种植，省了浇水时间，发芽快，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被鼠类和小动物扒食掉。这种细雨的滋润也是植物最喜欢的模式了。土地彻底湿润之后，再加上温暖的天气，很快就会发芽。1周之后，我们再看，长到大概30厘米的时候，我们做一次中耕除草施肥的工作，后边就等着2、3个月之后的收获了。